这就是铁蛋。这个是我们煮了7次之后的鸡蛋，所以我觉得这6分6分半都可以。来看一下这个5分钟呢，是不是觉得太神了？上课，今天要教你们煮鸡蛋，牛逼吧？这个选题是人能想得出来的吗？一个是要做溏心蛋，然后我们还要做茶叶蛋，然后还要做卤蛋，最后铁蛋。这几种蛋其实本质上都差不多，把蛋煮熟了然后卤而已。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它们蛋白质的变性程度是不一样的。溏心蛋的蛋白特别的软，而铁蛋邦邦硬。能够导致这个变化的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时间。我们只要把卤制的时间掌握了，就能做出这么多种不同的蛋。如果你想做后面这几种蛋，冷水、热水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你想做溏心蛋，我强烈建议大家用热水去做。用冷水的时候，每个人的水量是不一样的，你的锅的大小、形状也是不同的，水的温度上升的过程和时间是不一样的。而热水就不一样，水开了，把鸡蛋丢进去，计时就完成了，所以它很稳定。准备点冰水。我们这里的鸡蛋都是常温的啊，水开放鸡蛋，沿这个锅边缓缓滑过去，千万不要让它摔破。然后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计时了。我自己在家煮都是这样煮，只要我的蛋不是砸到那个锅底，它就不会破。好，5分钟，我们捞出第一颗鸡蛋，放到冰水当中。后面我们每1分钟都会捞出1颗鸡蛋来。做溏心蛋一定要放到冷水当中快速降温，否则的话继续升温就会变得成熟。这也是溏心，这个蛋被我切这样了，好奇怪。10分钟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5分、6分、6分半、7分、8分、9分、10分，选一下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选6分或者6分半。现在看起来它很湿啊，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等会要卤的时候，它那个盐还是会让它变得更加硬一点，所以我觉得这6分6分半都可以。来看一下这个5分钟呢，我会觉得它太软了，是不是觉得太生了？你们觉得这生吗？生啊，太生了，好吃，就我这种最好吃。5分你6分怎么不吃生鸡蛋呢？不一样。这个时候它是很流心的，做这几种蛋都需要用到基础的卤汁，这个比例很重要，决定了你的鸡蛋的咸淡。给大家一个基础的配方，卤汁有3个部分嘛，一个调味的，这个部分我会在屏幕中打出来，然后另外一个香料，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重要，因为说实话每家都有不一样的配方。最后就是茶叶，推荐的量是每1升水是5到10克。如果你的茶叶的颗粒是比较粗的，你就多放一点；如果你的茶叶的颗粒是比较细的，就少放一点。细的茶叶更好出色，更好出味。我们一般就推荐用红茶。茶叶和香料全部都装到纱布袋当中，清洗浸泡一下，我们就可以放到4升的水当中去了。把我们称好的这些调味品都放进去，盐，感觉很多，实际上只有我们水重量的1%。水开之后煮10分钟，就可以捞一部分卤汁出来了。这个冷却之后，我们用来做溏心卤蛋。刚好我这个，巧妙吧？基础的卤汁分成3份，一份我们是冷却的，我们去制作溏心蛋；另外一份我们就正常的煮茶叶蛋和卤蛋。它这2个风味其实是比较接近的，我这边就不单独操作。它们的差别无非就是一个敲出的蜘蛛网纹，一个是把壳全部剥掉，卤出全面的颜色。最后一份基础卤汁是用来做铁蛋的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它要放比较多的糖。铁蛋呢是我国台湾地区的一个80年代才开始有的一个吃法，铁蛋流程还比较复杂，等会我们再单独讲一下铁蛋怎么做。这次我们准备了8个6分半的蛋来做溏心蛋，在水中鸡蛋更好剥一点。卤水放凉之后，就把我们的蛋泡进去。茶叶蛋我们需要把壳都敲碎，卤汁的颜色从蛋壳中间进入到鸡蛋上去，让它染上颜色。剩余的蛋我们就来做卤蛋和铁蛋，敲碎了壳的也放进去，又做茶叶蛋。水开之后转成小火煮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茶叶蛋就基本上煮成了。怎么样？看着很屌是不是？我一个看看啊，还行吗？行，这个是我们刚才煮好的，然后这个我们放到冰箱去浸泡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制作铁蛋，料包要捞掉了，不要了。铁蛋的制作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它要经过卤，然后风干，然后再回头卤制，再风干，一共要风干和卤制大概6至8次吧，每次卤20分钟时间，风干20分钟时间。这个过程是为了能够让它脱水，当然也需要让我们这个卤的味道入味，让它口感变得更结实。当然还有上色，上色主要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卤汤是有颜色的，对吧？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美拉德反应，大家都叫我美拉德仙人。美拉德反应，懂不懂？真正的美拉德反应，极致的美拉德反应。我对这种美拉德反应有一种深度迷恋，所以有美拉德反应在里面，能够让它的颜色上得更好，有一个焦褐色的感觉。铁蛋这里卤汤需要调整一下，就是我们需要再加几种糖进去，加冰糖、红糖去增加它的风味。当然你加黑糖也是可以的，每1升水加80克额外的糖，就是这些糖你自己调配，它是一个很甜的一个配方。除了黄冰糖，我们还准备了这种红糖，把它切碎一点。把糖放进去，一定要搅到它完全融化啊！哇，我们这个
西兰红茶上色效果太好了，这卤了一次就这样，它的颜色已经是很达标了，但是口感是不好的，它现在太软了，我们要把它做得很硬才行。找个电风扇啊，我们要把表皮风干。其实烘烤也是可以的，吹个20分钟左右，我们再继续卤，烧开了再丢下去继续卤。哦，这个亮的嘞，这状态是看到亮的。这个是茶叶蛋，但是因为它那个壳破了，所以它变成了卤蛋的感觉。这个是溏心卤蛋啊，这个是茶叶蛋啊，这个纹理就完美啊。然后铁蛋，你看啊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、7次，最明显的感知是手感变了，这个就还是比较软的，但是后面这些邦邦硬，全部切开。这卤蛋，溏心卤蛋看一下，这个上色效果都金属光泽了。这个是1次的卤蛋。我们直接切最后一个吧，不明显是不是？很明显啊，明显吗？很明显啊。这就是我们要的铁蛋，好硬啊，邦邦硬，真的好硬。这就是铁蛋，这个是我们煮之前的鸡蛋，这个是我们煮了7次之后的鸡蛋，明显开始变小了啊，很硬，很扎实。你看好，你看这是在咬破，它很香，特别香，好哽啾啊！蛋黄都上色了，看到吗？这种状态才是对的，好吃。好香啊！这2个蛋相比之下，如果当零食吃的话呢，我会喜欢吃这个铁蛋，因为它风味很足，而且口感特别哽啾。但是如果说是佐餐吃的话，我会选择溏心蛋，因为那个蛋黄啊，再配合上面啊什么一拌，哦呦，完美！铁蛋，如果没试过的，真的要尝试一下。然后我们这个做的是鸡蛋的，还有用那个鹌鹑蛋做的，也是很哽啾的。这时候应该要打广告了，我觉得。打什么广告？卖铁蛋的广告呀！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来停一下。真的应该打广告。我们2年前尝试过一次直播，不是亏钱了嘛？最近我还是想再试试看，看看究竟还有没有韭菜可以割一下。毕竟能够坚持到这里的，第一是关注我很长时间了，第二是也茁壮成长为就有一定收入能力的这个韭菜了。暂定是5月25号晚上7点到11点直播，大家有空就点点下面的预约啊。求求了，到时候来玩。这个工作室，距离倒闭感觉也差不离了，不是卖惨啊，真的就是如果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啊，也到时候来看看，好吧，拜拜。